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丑陋英超，曼联4连胜，胖叔4连更。好消息是胖叔涨了1000个新粉丝，坏消息是这1000个全是男粉丝。最近看新闻和论坛说英超观感越发丑陋，打法简单粗暴，进球全靠死球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从3个方面讨论一下：第一，数据趋势；第二，有效比赛时间；第三，扎叔的手抛球和阿森纳的角球；第四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。姆巴佩、哈兰德固然出色，但我们球迷内心深处还是会想念吉鲁、吉格斯、吉诺比利、吉泽明。我们来看几组数据啊，长传占比，英超20年前20%的传球都是长传，本赛季12%，的确是3年新高，但是远比不上10年前的16%，更别提20年前的20%了。0-0的比赛占比，今年是5年最高，8%的比赛0-0收场。但10年前10%到12%的比赛没有进球。我有个哥们儿，红魔球迷，穆帅时期千里迢迢飞到老特拉福德圆梦，咬牙买了前排票，看了一场和水晶宫0-0的窒息攻防。有鉴于此，胖叔现在都不敢去老特拉福德圆梦，主要是曼市也没有认识人。要是能认识个本地红魔球迷带带路，能歌善舞，常去现场观赛的那种，那该有多好。场均进球数，截止25轮，场均进2.7球，也是5年最低，但远非历史最低。因此本赛季英超丑陋的观感要看怎么比，和过去3-5年比呢，的确相形见绌，毕竟数据摆在那里。但要跟10几年前比，弹幕的各位老球迷是否会回想起被贝尼特斯、莫耶斯和阿勒代斯3幻神统治的恐惧？当年的英超战术长传冲吊，比赛支离破碎，被球迷戏称为英操。近些年在瓜扎们的带领下，英超百花齐放，早非无下阿蒙。不过有一个趋势却在静静的复苏。穆帅入主斯坦福桥的时候说，我从来没见过哪个联赛像英超一样，球迷庆祝角球就像庆祝进球一样激情。16年瓜帅也在斯旺西对水晶宫赛后锐评，说9个进球，你8个都是定位球，角球、任意球、手抛球，球在天上飞的时间比在地上滚的时间还多。如此英超真是活久见，我可有的适应了。如今定位球又回来了，今年28.3%的进球来自于定位球，是15年新高。这里的定位球不算点球啊，指的是角球、任意球、手抛球导致的进球。有朋友会说，定位球怎么了？定位球就不是进球了吗？男粉丝就不是粉丝了吗？小电影就不是电影了吗？朋友们，小电影不是电影，因为它小。这个世界很简单，也很残酷，大就是对，小就是错。大 UP 主在交友板块露骨擦边，平台首页推送；小 UP 主提一嘴三上老师，平台限流警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小。胖叔心之所向，无问西东，我只问自己，为什么不是大 UP 主？所以在这里跟兄弟姐妹们求个关注，点赞，一键3连。等我们10万粉，就可以一起上首页、上推荐、上热搜，实现3上自由。爱你。回到足球啊，我们今天不讨论定位球本身丑陋不丑陋，而是讨论定位球的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浪费时间。自从英超引入超长补时后，一场比赛大约是100分钟。考弹幕一个问题，在100分钟里，非比赛时间的死球状态是多少分钟呢？3、2、1，答案是45分钟。有效比赛时间仅有55分钟。24年和25年，英超有效比赛时间一度达到了58到59分钟，但今年英超有球时间全面下滑。受害最深的就是曼城，曼城的持久力一向冠绝英超，上赛季超过了60分钟，但持久力讲究一个你情我愿，联赛大势所趋，曼城也是身不由己。今年持久力下滑 4.8%， 来到了58分39秒。20个队有19个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，究其原因就是定位球的攻防成为了本赛季的胜负手。咱们先聊界外球，再聊角球啊。我们再请弹幕猜猜看，一场比赛发界外球要花多少时间？只是界外手抛球啊，我不算门球、角球、定位球。弹幕有说3分钟的、5分钟的，原来大家都这么短吗？答案是11分21秒，比上赛季长了将近3分钟。这轮小蜜蜂就是靠大力手抛球进禁区的战术，扳平枪手，夺走1分。大力手抛球进禁区，英超往年一场平均 1.4 次，今年一场平均4次，可谓自成系统。小蜜蜂这2个赛季靠手抛球已经进了9球，英超第一。同时蜜蜂也是今年联赛发手抛球平均耗时最长的球队，每个手抛球耗时 25.4 秒，比第2名多个 20%。 说来有趣啊，英超最早关注手抛球概念的是扎叔。18年他聘请了英超第一个手抛球教练，丹麦人 Thomas Grunmark，
托马斯老师天赋异禀，能徒手抛球51米，可惜怀才不遇，彼时只是在阿贾克斯、中日德兰和还在英冠的小蜜蜂打零工。18年夏天，托马斯收到了扎叔的电话，扎叔说自己在德国报纸上看到过所谓的手抛球教练，闻所未闻，一定要认识一下。托马斯跟扎叔说，一场比赛40到60次界外球，本方发球有一半的机会都会丢失球权，好多教练在场边气得跳脚，我就觉得好笑，你们连手抛球教练都没有，手抛球菜有什么好气的呢？扎叔说，明天就来上班。托马斯采访说自己从军5年，克洛普一直强调的是通过发界外球维持球权和制造空间。大力手抛球的每次准备时间太长了，而扎叔更在乎比赛节奏和流畅性，就战术性的放弃了。这一点就不像小蜜蜂自己随队做外聘指导的时候，小蜜蜂只练大力手抛球。那就在上个月呢，托马斯已经在阿森纳走马上任了。毕竟技多不压身，无论是发界外球来维持球权，还是把大力手抛球当角球使，塔帅想必都乐见其成。那说到阿森纳的角球呢，各队可说是谈虎色变。考弹幕一个问题，英超发角球平均花费时间最多的队伍是谁？3、2、1，是桑德兰啊，平均需要49秒5。阿森纳屈居亚军45秒4。那再考弹幕一个问题，英超每场赢得角球最多的球队又是谁？3、2、1，是纽卡啊，平均每场6.72个。阿森纳还是屈居亚军，每场6.12个。但是亚军拿得多了，总会拿冠军。如果要比总时长，桑德兰虽然罚得慢，但角球少；纽卡虽然角球多，但罚得快。而枪手又多又慢，每场有5分钟在罚角球，冠绝英超。于是今年枪手纽卡的比赛可谓是棋逢对手，干柴烈火，3个进球全部是角球打入的。双方联袂奉献19次角球，总耗时12分14秒，也是本赛季的英超纪录。但枪迷肯定不在意看5分钟罚角球，因为真的有效。枪手本赛季靠定位球打入了15球，冠绝英超。有朋友调侃英超的角球是人形蜈蚣，那胖叔认为呢？合理利用规则，这跟车子利用 PSR 的漏洞一样，该改变的是规则，而不是俱乐部。那还有朋友觉得定位球进球丑陋，胖叔认为呢？我们觉得定位球进球丑陋，那是因为我们进的还不够多。要是咱们也进他10几个，定位球何陋之有啊？有道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塔帅3亚之后还能重振旗鼓，暂居榜首，值得钦佩。塔帅能否终成正果，我们不知道，毕竟生活不是漫画，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但是自家民宿带队拿下英超，索尔斯克亚在曼联没做到，兰帕德在切尔西没做到，祝福塔帅能成就佳话。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天上人间好了，上课吧，同学们回到原位。今天的代课老师是和兰帕德、杰拉德们同时期的球员吉泽明步先生。布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早间新闻主持人，新人布姐到了单位更衣室，打着哈欠照镜子，看着蓬头垢面的自己，认真的说，可不能就这样上镜头，我是观众朋友们清晨看到的第一张面孔，一定要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。不愧是老媒体人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胖叔今天录视频特意剪了头发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，感谢吉泽先生。等布姐到了办公室，里面已经座无虚席，到得这么早，一看就是专业的团队。阿德巴约回忆自己刚到皇马，训练是10点半，他8点45就到训练场了，想要成为大家清晨看到的第一张面孔，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。结果 C 罗在游泳池里已经游了1个多小时了。无论是欧冠冠军还是销量冠军，都离不开爱岗敬业、刻苦自律的品质。布姐一落座，立刻有人递上今天的新闻稿，旁边的同事来鼓励布姐，说今天你是第1天主持吧，干巴点。就在此时，部门主管来了。传统的情节，部门主管都是一个中年油腻、心怀不轨的反面人物，但布姐的部门主管玉树临风，一身正气，微笑地说，各位请记得我们电视台和日本其他的电视台不一样，我们坚持用科学的数据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最可靠的新闻报道。今天也为了这个信念一起加油吧。你看看，科学的数据，可靠的报道，这不是和胖叔频道的信念一致吗？好想加入这个团队。那受到主管的鼓舞呢，布姐和众人心中有梦，眼里有光，齐齐鞠躬说嗨。主管说阿 Kiho 你留一下。布姐想这是要先礼后兵吗？疑惑的说嗨。主管说今天是你第1天主持吧？布姐紧张的说是的。主管说ここまでの努力は
嘘をつかない。頑張れ。不解感动地说：“嗨。”ここまで是至今为止，努力啊，念作努力就是努力的意思啊。虚念嘘啊，嘘是撒谎。比如樱木花道和晴子说的喜欢，这次不是撒谎，里面就是虚。此卡奈表示否定，就是不会撒谎。连在一起就是你至今为止的努力是不会撒谎的，加油吧！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请课代表留一下番号，总结一下课程要点。第一，定位球也是进球，一样可以英超争冠；小电影也是电影，一样可以情感共鸣。男粉丝也是粉丝，所以各位老公不需要再继续扮演女粉丝哄骗胖叔。第二，旅途的意义不是终点，而是沿途的风景。攒了好久的钱飞到老特拉福德，有时候是1-6，有时候是0-0，但我们还是一样爱曼联。写了好久的稿，10几分钟的视频，有的时候是讲日语，有的时候是讲日剧，但粉丝还是一样爱胖叔。第三，渣男会撒谎，主教练会撒谎，当家青训会撒谎。我们被骗了很多次，但老天爱笨小孩。7点半的 C 罗也好，凌晨4点的科比也好，三上又亚的塔帅也好，三上自由的胖叔也好，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但努力は嘘をつかない。感谢朋友们对胖叔一贯的支持和关注，值此新春佳节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马年大吉，我们明年再见。